此时此刻，在对面半山腰暗中观察万柳山庄的云如歌，看见一道黑影从别墅中飞奔而出，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四大伯爵之首的常胜伯。而云如歌没想到的是，为首那道黑影竟然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疾驰而来，而常胜伯则一手持着木剑，一手撩着道袍，在后面穷追不舍。他甚至能听到常胜伯的怒吼：“小子，识相的把那枚戒指交出来，再将林婉儿的藏身之处告诉我。老夫心情好的话，姑且可以饶你不死，否则等老夫抓到你，定要你人头落地。”叶晨头也不回地骂道：“你这老狗莫要狂吠，一大把年纪了还不知道尚能犯否，竟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你想要戒指，先追上你爹再说。”云如歌瞬间一怔，戒指？林婉儿？难道常胜伯发现了林婉儿的戒指？还是说林婉儿的戒指就在那黑衣人的身上？正当云如歌惊骇不已的时候，别墅中又追出一大群人。这些人追出门来后，眼见黑衣人和常胜伯已经急速奔袭数百米，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些人，云如歌心中更是惊讶，安家人都还活着，那黑衣人没到之前，常胜伯进去至少有1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他为何没对安家人下手？以他的实力，杀掉安家这些人，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分钟。而此时此刻，一路追出来的安家人均是心急如焚，他们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叶晨刚才故意说出那样一番看似无情的话，其实就是为了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老者引走，从而救他们的性命。老太太急得火急火燎，刚用衣袖擦完眼泪，眼眶瞬间又被泪水充盈。她抓着老爷子安启山的手，哭着说道：“启山，晨儿万一有个什么3长2短可怎么办？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程曦和常英啊？”老爷子也是哭得不能自已，悲痛又悔恨地说道：“都怪我，都怪我啊！我当年若是能放下面子，常英后来或许也不会跟安家闹得那么僵。我当年若是能拉下脸来去找程曦，他和常英从叶家出来，也不至于沦落金陵。”说着，老爷子又道：“晨儿这么多年一直躲着我们，自然是因为无法原谅我们。可即便如此，晨儿还是3番2次站出来救我们于水火。我这个当外公的，实在惭愧至极，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啊！”李亚林此时表情非常坚定地说道：“安叔，叶先生有通天之能，相信一定不会有事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把你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老爷子一脸震惊地问道：“你说什么？叶先生？亚林，你个狗日的早就认识晨儿了，但你就是一直没告诉我，是不是？”李亚林羞愧地说道：“安叔，这事儿说来话长，一会我慢慢跟您解释。”正说着，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再次传来，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又有一架直升机正从山的另一端疾驰而至。这架直升机明显比刚才那架大了1圈，直升机一路俯冲，非常快速，在别墅门口的空地降落。机身还没停稳，一位中年男子便从里面拉开机舱门，冲着外面拼命招手。这个中年人正是洪武。早在叶晨将关于林婉儿的那句话告诉李亚林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今晚的计划。他先是让陈泽楷帮忙调取了万柳山庄的公共监控，自己坐在直升机里实时监控着万柳山庄的动静。而他从香榭丽温泉飞到万柳山庄只需要2-3分钟的时间，这2-3分钟的时间，安家的保镖护院能够帮助拖延一部分，剩下那部分则交给李亚林以及他给李亚林的那句保命箴言。他相信只要李亚林说出保命箴言，就一定能够再拖对方一段时间，这样的话自己就一定能赶到了。而叶晨也很清楚，就算自己赶到，自己也不能与对方决一死战，因为一旦在别墅内动手，安家人与李亚林也必死无疑。所以他必须要用那枚戒指来吸引对方全部的注意，借此给安家以及李亚林争取一个撤离的机会。而洪武的任务就是在叶晨起飞3分钟后，不用等任何消息和通知，直接起飞赶到万柳山庄的别墅，把安家人接走。如今看来，
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在按照叶晨设想的方向发展。此时，安家人在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下，根本听不到洪武在说什么，但他们看懂了洪武的手势，让他们赶紧上直升机。就在安家人多少还有些犹豫的时候，李亚林不假思索地在众人耳边大声喊道：“这肯定是叶先生安排的，快走！”紧接着，他便拉着安重秋、安凯峰一起，搀扶着安家2位老人登上直升机。不到1分钟的时间，所有人完成登机，直升机立刻暴力拉升，以俯冲般的姿势快速消失在黑夜之中。此时的常胜伯听到身后巨大轰鸣声由远及近，随后再由近及远，大概猜出身后发生了什么，但他此时已经完全顾不得了。从他决定追叶晨出来的那一刻，他就不再将安家人的死活放在眼里。对他来说，就算安家人都跑了，他也无所谓。他眼里只有叶晨手上的那枚戒指，只要得到它，还管他什么安家叶家，自己就是破清会的2当家。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叶晨这小子奔跑的速度竟然这么快，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拼命追赶，依旧无法缩短与他的距离，甚至还隐隐有被叶晨越甩越远的趋势。气急败坏的常胜伯在叶晨身后大骂：“小子，你他妈要是再跑，我可就不客气了！”听到常胜伯在身后的叫骂，叶晨笑道：“来啊，我倒要看看你这老狗除了会淫淫狂吠之外，还有什么本事？”常胜伯冷声道：“小子，你今日必死！”云如哥心中暗叹，看来常胜伯是中了黑衣人的调虎离山之计，说不定这黑衣人不只是想救安家，还想要常胜伯的命。想到这里，心急如焚的他再度拿出自己的手机，眼看那手机上显示的无服务3个字，一时间心急如焚。时间退回到5分钟之前，在叶晨尚未抵达万柳山庄的时候，云如哥就在这半山腰处亲眼见到常胜伯一路杀进别墅。云如哥见常胜伯如入无人之境，当时还以为今晚常胜伯必定能够轻松斩杀安家上下，立下头功，而自己只需在暗处观察，稍后如实向英主汇报即可交差。可他怎么都没想到，就在常胜伯刚杀进别墅的时候，一架直升机便以极快的速度从山的另一端呼啸而来，直接飞到了万柳山庄中央处那套别墅的上空。就在他还没想明白什么人会在这时候乘坐直升机来万柳山庄的时候，一道黑影便直接从呼啸的直升机上跳了下来。关键是当时直升机还处于快速俯冲下降的状态，本身的速度就很快，再加上距离地面还有几十米的高度，却没想那人一跃而下之后，身体竟然还能稳稳当当落在地上。就在那人落地的一刹那，直升机立刻全力拉升，而那道黑影甚至没有半分缓冲，直接迈步冲进了别墅。只是眼见那人一跃而下的动作，以及他落地后毫不受影响的表现，云如哥便立刻认定此人必定是一位高手，并且是精通灵气的高手。那一瞬间，他的心顿时悬了起来，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金陵还有劲敌，自己得赶紧向常胜伯示警。但很快他又想到，自己是受英主之命悄悄监视常胜伯的，若是此时向常胜伯示警，就等于出卖了英主。于是当时的他便下意识掏出手机，打算立刻向英主汇报。可当他将手机掏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在空旷的半山腰竟然没有任何信号。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那架已经拉升到1-2千米高度，并且在万柳山庄正上方悬停的直升机已经打开了提前准备好的大功率干扰设备，有它在高处持续干扰，莫说区万柳山庄，就算是方圆公里内，手机信号都受到强大的干扰，什么网络都连接不上。与此同时，洪武安排的小弟也已经在山下剪断了万柳山庄的通信光缆，让整个万柳山庄的有线电话和有线网络也全部断掉。这是叶晨特意的安排，他不知道破清会那位伯爵与他们的英主是否存在某种单向联系，万一他身上有某种设备
能够向鹰主实时传递信息，甚至实时传递音频与视频，那对自己来说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叶晨没想到，正是这个安排，让藏在暗处的云如歌一下子陷入被动。他不能自作主张向常胜伯通风报信，也不能向鹰主汇报请示鹰主的决定，于是便只能按捺住内心的紧张，决定先在暗处观察。而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万里之外的鹰主也在死死盯着万里之外传输回来的定位信息。在鹰主面前的屏幕上显示的是万柳山庄的高清卫星地图，依托谷歌的最新数据，鹰主看到的卫星地图是上个月刚刚拍摄更新的卫星照片，拍摄于白天，清晰度极高，甚至能够看清别墅顶层的每一块瓦片。依托高清的卫星地图，再加上常胜伯以及云如歌的精准卫星定位，鹰主面前的地图上清晰地显示出一红一黄两个醒目的坐标点，其中黄色的坐标点在万柳山庄西侧的半山腰上停止不动，而红色坐标点则在鹰主的注视下一步步从万柳山庄外围接近，一直进到了安家人居住的那套别墅内。这两个坐标点便是常胜伯和云如歌的实时定位，坐标点每秒钟闪烁2次，每一次闪烁都代表着最新坐标的更新，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实时位置每秒钟会向鹰主所在的监控端更新2次，而且他们的定位系统使用了现如今最专业的高精地图，定位精度在厘米级别，实际误差不超过10厘米。当鹰主亲眼看着常胜伯的红色标点进了别墅的大门处，便知道常胜伯已经杀进去了。而且那时的鹰主也相信，用不了几分钟，安家人就会成为常胜伯的剑下冤魂。可就在鹰主等待常胜伯传回胜利喜讯的时候，这两个一直在闪烁的坐标点竟忽然之间全部熄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鹰主惊讶之余，心里也忽然咯噔一下。坐标点的熄灭预示着对方与自己的信息传递已经中断，可是两人的手机都是经过特殊改造，稳定性堪比军用设备，只要手机有电，它能够通过通讯网络以及卫星网络同时向基地传输信号。如果在室内没有卫星信号，只要有通讯网络就能够确保实时传输。如果在旷野没有通讯网络，只要有卫星信号也同样能够确保传输效果。可以说，只要不拿着手机进那种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山体隧道或者地下掩体，它与基地的传输就绝对不会中断。可眼下的情况是，常胜伯刚进了别墅的大门，信号就终止了。这也就罢了，因为也有可能是对方刚进入室内，失去了卫星信号的同时，手机也暂时没了信号。可是云如歌一直都在户外，连动都没有动过，而他的信号竟然也同时间终止了，这明显不对劲。忐忑不安的云如歌猜到信号有可能是被天上那架直升机动了手脚，可他对1000米高空的直升机完全无能为力。他也想过是不是赶紧离开这里，尽可能跑出直升机干扰的范围，然后向鹰主汇报。可一想到常胜伯或许已经落入他人陷阱，自己若是这时候走了，万一鹰主认为自己是临阵脱逃，那便解释不清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一直等到现在。此时眼见常胜伯追着先前那黑衣人一路飞奔，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心中不禁暗忖，眼下我无法与鹰主联系，也不知那黑衣人实力深浅，所以不能贸然去帮常胜伯，看来也只能悄悄跟在暗处静观其变了。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